百姓小伙打着老爸出事的幌子，挨家挨户的借钱，等筹够了100万之后，留下张条子就直接跑路。然而当父母回村的那一刻，得知了真相的村民直接报警。四弟，你们家陈凡胆子也太大了，竟然说自己的老爹出事了，需要100万的治疗费，这可是把我们全村都骗了个底朝天啊！对呀，子债父偿，我们可都有记录的，这是你得认吧？我们家也出了1万块呀，早知道是骗的就不给了呀。一脸呆滞的父母面对着众人的指责，心中震撼无比。然而此刻的我却拿着100万找到了一位比特币商的大佬，准备全部梭哈。小子，你耍我啊？就你这样的还想买1万美？这可是100万啊！100万而已，我可是有备而来的，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货，价格合不合适了。听这口气不像是耍我，我这确实也揭不开锅了，试试吧。好，只要你有100万，我手里刚好有12000美，全部打包卖给你了。哦，嘿嘿，按照前世的记忆，3个月后这100万能直接翻20倍，成败就在此一举了。成交。随着交易的成功，如今陈凡就剩下几千块钱过日子了，因为他坚信历史不会因为他这么一个小人物的出现而改变。与此同时，陈家村，各位乡亲们，小凡骗了大家，我在这里向大家道歉。不过他给我留了纸条，说是做生意去了，大家请给他3个月的时间，3个月不论是赚是亏，我让你们磕头认错。四弟，不是我说，陈凡这一次可是太无法无天了，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可真的不认这亲戚了。是啊，胆子太大了，这孩子打小就不老实，这次闯出这么大的祸，你要不舍得管教，那我们来帮你。对呀，要不是看在你老实本分，我真的想提议赶你们出家族啊。显然陈凡给这些亲戚的伤害可是太大了，大家也是发泄着自己的情绪。此时一直不说话的族长陈平咳嗽一声，开口说道：四弟，这是陈凡做的实在太过火了，要是见到他，你一定要让他一家家磕头认错，至于这钱你应下了就好，我们几家的你可以慢慢还，别的你就先还了。陈平这一开口，众人也是没有什么意见了，虽然是撒谎借走的钱，但只要有人认那就行了。既然族长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这样吧，只希望他真能做成功吧。就他大学都没有考上的人，难呐。行了行了，散了吧，别逼得你就真犯病了，到时候这假的可都成真的了，还得陈凡回来再说。一时间大家也知道不能太过，要是真把陈父气倒了，这钱没人还，那损失可就大了。随即一群人骂骂咧咧的离开了。他爹，这可咋办啊？刚刚我娘家那边打电话来说，小凡也借走了30多万，加起来可是借了上百万啊！这要是做生意亏了，或者被人骗子，都还不了那么多钱啊！就当让孩子搏一搏吧，不让他飞一会儿，他这心是安静不下来的。只要小凡不干作奸犯科的事，亏了我也认了。那这些亲戚们的钱还，一定要还完。走，这个年咱也别过了，趁着到处招人，咱们去工作，能还一家是一家。一时间，陈父跟族长打电话告知了下，便带着陈母就直接启程了。而此时的陈凡可不知道这些，现在的他眼里只有电脑上不断攀升的价格。涨了，涨了，已经20美刀了，又涨了，已经30美刀了，哈哈，40美刀了。历史没有改变，比特币即将起飞，属于我陈凡的时代要来了。李叔，这已经3个月过去了，你家陈凡呢，还不过来磕头谢罪？对呀，这3个月我们可是都没有催你，如今刚好是清明，正是向列祖列宗磕头认错的时候。各位，我陈立对不起你们，陈凡也对不起你们，只要我联系得上他，我一定让他过来向你们认错。李叔，我不要你的道歉，你也没有错，我们要的就是陈凡道歉，是他骗走了我们的钱。对呀，我们也是讲理的，这是陈凡的错，就得他来承担。乡亲们并没有因为陈父几句话就这样放，一个个都逼着陈父将陈凡给找回来，跪下认错。此时的陈父的脸色那是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了。好，我向列祖列宗磕头认错，我代陈凡向你们磕头认错，行不行？等等，陈凡回来了。你小子还敢回来？哇，怎么还有辆跑车？陈凡这看起来不像是没有钱的样子啊，难道是发财了？小凡，你终于出现了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，就差报警了。妈，我没事，我现在不是安全回来了吗？陈凡，这辆跑车是你的吗？你骗走亲戚的钱，不会就拿来买跑车了吧？不，陈凡哥借走的钱也买不起啊，这辆跑车至少值300万呢，看来陈凡哥是真的发财了啊。此时众人震惊无比，他们万万没想到，平时学习成绩不好，连大学都没有考上的人，竟然第一个开上了跑车。尽管是借走了他们的钱，但是这跑车的价值明显是更加的高啊。小王，你这跑车都开上了，借我们的钱总应该要还了吧？对呀，我们的钱呢？我也不管你开什么车，只问你一句，这欠我们的钱怎么说？各位，前段时间事情紧急，我骗了你们，在这里我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。现在我把钱都还给你们，大伯，这是你们的20万。啥？
咱就借了你10万块，怎么成20万了？大伯，就是20万，我骗了你们，从你们手里借出来钱，现在加倍偿还，全当是赔罪。什么？借10万还20万？这可比高高毒还多呀！我的天，这是真的发大财了吗？这简直就是在送钱啊！哈哈哈，丽叔，你可是生了一个好儿子啊！陈凡，这钱我们不能要，你能还钱就行，借多少还多少。大伯此时虽然看着这钱也是挺眼馋的，但是也只能拿的，他们可是庄家人，这给的实在太多了。大伯，你们就放心拿着吧，没有你们借我钱，我也赚不到那么多。你们对我有恩，这都是你们应得的。明叔，你家借了2万，现在还你4万。三嫂，你家借了2万，也是给你4万。宇哥，感谢你借我的1万，现在我给你2万。一时间，陈凡那可是拿过欠条，直接就是双倍归还。此时整个村的乡亲可都处于欢乐之中，原本人人喊打的陈凡，如今可是直接变成了香饽饽，更是成为了大善人。各位叔叔伯伯，欠你们的钱，我陈凡还清了，希望你们不要再怪我了。另外，这次回来是准备在我们村盖个厂，你们要相信我，就可以跟我一块干。说什么话呀？你这还我们双倍的钱，我们感谢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怪你呢？凡哥，我现在正好没有事干，我能不能跟你混啊？对啊，哥，能不能带我们啊？我们想跟着你干。行，我希望带着陈家村都富起来，大家都不需要再进城打工，在村里就能够安居乐业。明天开始选址修厂房，1人200一天，大家都可以来帮忙。听说了吗？陈家村在招人呢，据说在盖什么厂房。什么？那就是一个小山村，穷得要命，哪里会有老板去盖厂啊？谁知道呢？听说老板好像是陈家村人，这就不奇怪了，这是要带全村发财啊！只不过这怕是好事有，陈家村条件太差了。刘哥，你看看我这村怎么样？盖厂可以吧？此时的中年人正是当时卖虚拟币给陈凡的刘大壮，正是那次交易，听了陈凡说必须干，现在也是鸟枪换炮了。陈老弟，你这村的气温的确是够低的，空调费都能省不少。不过这里的电力情况怎么样？咱们那可是耗电大户啊。刘哥，我们这附近就有一个水电站，规模还非常的大，电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还真是一个挖矿圣地啊，这成本怕是就能降低一半啊。怎么样，要不要参一股？钱你不需要出，你就出设备、出技术就行。好，就凭你借亲戚钱买下我所有虚拟币，事后双倍还款，说明你是一个知恩图报、眼光毒辣、敢想敢干的人，我陪你干了。二人一拍即合，商谈好合作细节之后，刘大壮满意的回去准备了，而陈凡却是前往外婆家那边去还款了，同时店的问题也要在那边解决。森伯，婉儿也已经成年了，我今天来约婉儿去玩，你没意见吧？此时，在水电站站长的家里，一名穿着时髦的年轻人正看向一名中年人。从他出手如此阔绰，就可得知他身份不凡。而此时的中年人却是摇摇头：“东西你拿回去。至于说你想约婉儿去玩，我不干涉，选择权在婉儿。”男子一听不反对，那胆子是更大了起来。此时笑着脸望向一旁靓丽的少女，不禁咽了咽口水。婉儿，你好不容易放假回来，今天我带你去玩吧。不用了，我有点累，只想待在家里。孙婉儿礼貌性的拒绝。她虽然嫌弃孙浩，但也知道孙浩在村里那可是一霸。虽然自家父亲不怕对方，但也不想给家里惹来麻烦。婉儿，你放心，开了越野车回来，保证不会累到你的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孙婉儿再一次拒绝。而就在孙浩脸色一黑，不知道要说什么之际，一个声音却是出现了：“婉儿，我带你去玩吧。”声音一出，此时的孙婉儿脸色露出欣喜，回头望向了那一张熟悉的面孔。陈凡，你回来了。孙浩看着自己心仪的女人竟然被人截胡，尤其是看着孙婉儿那激动的样子，明显是对陈凡有好感，顿时气得牙痒痒。而陈凡同样也对孙浩恨之入骨，因为在前世正是对方的父亲让自家老爹失去了劳动能力，致使整个家都垮掉了。陈凡，你竟然还敢回家？你的亲戚们没有把你腿给打断吗？孙浩，你都还在到处蹦跶，我怎么可能赶不回来呢？你小子找打！陈进、陈远，谁敢动我凡哥？陈凡，你大胆，放开我！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够让你爸失业？是吗？陈远、陈进，把这个苍蝇给我扔出去，我先找。陈凡，够了。孙明一脸严肃地看向陈凡，有些诧异他竟然会有如此胆子，但同时也不想把事情搞得太糟糕。孙叔叔，既然您都发话了，那我必须照办。你回来了就好。孙叔，今天我过来是感谢您的帮忙，还有就是还钱给您，这是10万块钱。陈凡，你哪里来的钱？我只给你拿了5万，你怎么还10万？叔叔、婉儿，你们放心，这钱是我做生意赚的，只要是借给我钱的，我都是不管。你一个大学都没考上的，还会做生意了？这钱肯定来路不正。孙伯，这钱可不能要啊！你拿了可就麻烦大了。陈凡，你做的什么生意？这钱到底怎么来的？孙明也是一脸严肃，虽然自家女儿是喜欢上了陈凡，但对于陈凡他是看不上的。不过作为长辈，他也不想看着年轻人误入歧途，这该拉还是要拉一把。叔，你放心，我做的可是正经生意，这次回来准备投资1000万，在陈家村盖工厂，消息已经传出去了，不信你打电话给我大伯就明白了。盖工厂，
陈家村。孙明有些不太相信，就陈家村那条件，傻子才是会跑去盖工厂。行，我打个电话。一时间，孙明去打电话去了。而孙浩一听陈凡吹牛吹得那么猛，顿时就嘲笑起来了。就你还盖工厂，还投资1000万，我看你是不是把自己身体上的物件卖了，或者是在外面借了高利贷，如今回来装傻？不会的，不是这样的。陈凡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孙婉儿认真的看向陈凡，希望从对方的眼中看出坚定。人的眼睛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，是不是说谎，那可是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了，尤其是熟悉的人。当然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婉儿，你放心吧，这一次我真的成功了。骗鬼吧你！你要都能够赚钱，我都能成首富了。婉儿，你可千万不要被这小子给骗了。就在孙浩还在嘲笑之际，此时孙明却是一脸凝重的回来了。显然他已经从电话里得到了准确的消息。陈凡，你是想来跟我谈宫殿的事吧？不可能，是听错了。陈凡怎么可能有能力盖工厂？陈家村那么偏，傻子才过去盖工厂啊！孙浩，这事的确是真的，要不你就先回去吧，我还有点事情要跟陈凡谈。我不相信，我现在就去陈家村看看，就他陈凡还赚钱了，还盖工厂，想得美！闪开！说着，孙浩气冲冲的离开了，他要将厂子给找回来，更是要戳破陈凡的谎言。孙叔，我准备盖的工厂每天大概需要4万度电，希望能够跟水电站合作，增设变电站，以及能够得到便宜的电价。什么？一天就要4万度？你开的炼钢厂吗？孙叔，4万度只是保守估计，正常怕是要5万度电，未来扩建的话，需要10万度都是可能的。如果是小事，我就不来麻烦你了。孙明作为水电站站长，此时也是有些傻眼了，他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费电的工厂啊。孙叔，咱们镇的水电站一天能发多少度电啊？这个得看什么时候。这风水期发电组全看，一天发电100万度问题不大，平时也能够有30万度电。孙叔，马上就要到风水期了，我相信水电站的电肯定是富裕的吧？这多发点供给我们，这可是能够增加业绩的啊！你那真的一天需要好几万度电，你要知道，这升级线路供应给你的工厂，这是需要花钱的。作为发电站长，他自然有着增加业绩的责任。如果陈凡那真的一天消耗几万度电，这一年下来，那可是上千万度电啊，这可是很大的一个业绩啊！孙叔，升级改造的钱我来出，你放心吧，这是你只需要安心发电，保证电力供应就行了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没问题了。至于电价嘛，暂时给你5毛一度。这升级线路的钱省了，这意味着他不需要担什么风险，就可以多卖更多的电，这可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，傻子才不同意呢。孙叔，那可就太感谢您了，我希望尽快完成，我可是迫不及待要开始运营了。行，这事我马上就办。一时间，双方可都是行动起来了。陈凡直接打了100万过去，此时整个乡镇可都是热闹起来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陈凡怎么可能买得起跑车？怎么可能赚得到钱？他一定是抢来的。此时的孙浩内心是崩溃的，因为他发现陈凡竟然有一辆价值300多万的跑车，这让他原本的优越感荡然无存了。没想到啊，陈凡这小子竟然发达了，实在是没想到啊！爸，孙婉儿我一定要得到，我绝对不能够让陈凡抢走，我要亲手毁了他的一切。孙婉儿可是他从小惦记到大的，如今竟然半路杀出一个陈凡来了，这仇已经结下了，他一定要狠狠地将对方踩到脚下。既然你想做，那就去做吧。他一个小小农民家的儿子，也想跟我家争东西，不可饶恕。老弟，矿机我可是都运过来了，你这边情况怎么样？刘哥，我这已经搞好了，等安装好就可以运营了。得到陈凡的答复，刘大壮很高兴。这一次他可是将南方市那边的矿场全部迁过来了，更是直接梭哈再增加了500台矿机，就准备大干一场了。好，那咱们连夜安装吧，时间就……凡哥，出事了！孙浩带着一帮人将咱们村连接线里的道路给霸占了，说这路是他家出钱修的，从陈家村进出的车辆必须要交钱，否则不给走。什么？还有这种事？其他村的车不拦，就专门拦我们村的，这明显就是针对我们啊！呵呵，莫非他以为我的挖矿工厂需要每天都运输产品，所以这才想出来拦路不成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可就有趣了。陈凡笑了，对方这可是送上门来打脸，送上来的罪名啊，他必须要狠狠的给他坐实了。通知下去，给钱，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，回头我补给他们。什么？给钱？好，那没问题。喂，兄弟，看好多少？1辆车1000，我全部转给你。不过你要给我个收据，回头我找陈凡报销。孙少，收不收？他陈凡这么快就认怂了，这就是惹我的下场，照单全收。随着钱的到账，孙浩彻底兴奋了，这钱来的太容易了，同时也是向自家老爹证明自己能力的好机会啊！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此刻的陈凡正拿着收据准备给他一份大礼。喂，帽子叔叔吗？孙少，咱们是只针对货车，还是所有车辆都收啊？只要是陈家村过来的，哪怕是一辆3轮车也给我收钱。你就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去找陈凡要。好嘞，这么做咱们可要发了啊！兄弟们使劲干！行车。交钱，梁导，就是他们拦路收费已经很长时间了，如今我们整个城在道啊，他们这是在违法犯罪。
你谁啊？这路是我们修的，我们收费怎么了？我是公路管理署的，你们涉嫌违法犯罪，跟我走一趟吧，带走。这位领导，家父孙富贵，家父孙富贵，这都是误会啊！凡哥，孙浩已经被抓了，接下来要怎么做？这事不用管了，抓紧生产，他们会来找我的。董事长，大事不好了，少爷被抓了，您快想想办法吧。此时，在富贵建筑公司董事长办公室，一名手下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这消息一出，直接让孙富贵坐不住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浩不是去拦路去了吗？这怎么还被抓了呢？董事长，听说是少爷对于陈家村进出的车辆都收钱了，而且收的还不少。什么收钱？我不是让他不要收钱吗？收了钱，这性质可就是变了。马上去给我备车。孙总，你儿子情况很严重，这是拦路收费的收据，村民更是表示遭遇了敲诈勒索，这可不是没收加罚款的事情了。如果村民执意要告，那可就是刑事案件了。领导，是我管教不严，才让犬子犯下大错。罚款我们交，只要放人，多少钱我们都交，只求你能给犬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想让你儿子没事，就必须要说服村民和解，不然他们真告敲诈勒索，怕是不好善了了。这么一说，孙富贵也是知道怎么做了。很快他就找上了村长兼组长的陈平，只要解决这一位大人物，那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。老陈，这事是我儿子做错了，赔个不是。对于被收费的村民，只要拿收据过来，我将双倍赔偿，马上就可以兑现。孙富贵，这事我可做不了主，因为这些收据村民们可都找陈凡报销去了，所以你找错人了。什么？陈凡？孙总，我在。此时，两人眼神都犀利地看着对方。陈凡是带着前世的仇，看着这一位害了他们一家的人，而孙富贵此时也明白了，这背后一定是对方设的圈套。是你做的，对吗？孙总，我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陈凡，咱们就摊牌吧，你怎样才能够将收据全部都给我，而且保证不让村民告状？孙总，这可要看你的诚意了，毕竟这可是你先向我下手的。5倍，我给100万，这件事就此结果，怎么样？孙总，按照敲诈勒索罪，那可是3年起步的，你觉得孙浩3年就值100万吗？你这是在威胁我。你要这么认为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只是想提醒你孙浩的价值。陈凡微微一笑，此时一直没说话的陈平心中也是大惊，他是真看不懂这位4弟的儿子了，明明大学都考不上，这怎么变得那么聪明了？野心也是极大的啊。200万。孙总，你家大业大，没想到你儿子的前途也就是值200万啊！你可不要让我笑话。很好，陈凡，我记住你了，一口价500万，否则我看你能不能告得赢。孙富贵那可是狠狠的出了一回血，直接就是拿出来500万。要知道仗义，但是流动的资金还真的不多哦。成交。很好，陈凡，你很好。孙富贵可是将这个仇真正记下来了，随即便黑着脸离开了。此时，陈平终于从震惊之中缓了过来。小房，你这下是彻底得罪孙富贵了，他在整个县城可是有很强的力量的。大伯，当他拦路收费，我就已经被盯上了，双方迟早会碰上的，不用担心，我有能力应付。行吧，你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主见了。大伯，这一次还是感谢你的帮忙，也感谢族人的配合。这样，我拿出100万，每人每户1万块。啊，这……刘哥，怎么样？昨天挖到了多少煤？都差不多，目前3000台矿机，一天大概300枚左右。我们的矿池竞争加大了，比特币大涨之后，矿机的数量大大增加了。这一轮涨价带动了大量的人涌入挖矿，挖矿的效率那也是受到了影响，但价格还是稳在了130美刀。这是肯定的。目前咱们一天大概要10万度电，成本大概5万块，产出价格在30万，日赚25万块啊，还行。老弟，你说如今的行情我们卖不卖货啊？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刘哥，如今大量的人进入，这价格肯定是会跌下来的。这时候不仅不能卖，反而要大肆收购。只要坚持住了，这价格还是会涨的。好，我信你。而就在陈凡展望未来的时候，此时的孙富贵也终于知道陈凡的挖矿工厂到底是干什么的了。孙总，情况就是这样的，陈家村的人现在在挖什么虚拟币，据说能够赚钱。虚拟币？我这怎么看这都怎么像骗局啊？还价值1000块1枚。孙总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，反正现在还挺火的。这么说，陈凡的挖矿工厂只需要电跟网络，别的都不需要。得到手下的肯定答复，孙富贵再次思考了起来。被陈凡坑走了500万，这口气他可是咽不下的。你这样，就这样办，切记手段要干净，不能够牵扯到我们。是。一时间，手下就出去安排了。而正在巡视矿场的陈凡却并不知道，此时正有一个麻烦在等着他。靠，没网络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快打电话维修啊！这可是耽误我们赚钱了。呵呵，大家稍安勿躁，应该只是暂时的网络故障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好了，就当让人和机器休息下了。此时的陈凡还以为只是暂时的网络故障，让人过来修下就好了。然而直到晚上，这网络还没有修复，陈凡终于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对了。
陈总，经过1天的检查，发现通往陈家村的线路有好几百处遭遇恶意破坏。目前我们已经报警，并增派人手连夜补接线路，同时重新拉一条专线通往陈家村。好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今晚必须抢通，缺钱随时向我招呼。感谢陈总的理解和支持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等我们的好消息吧。网络经理前脚刚走，在一旁的刘大壮就坐不住了。陈老弟，这明显是有人整我们啊！呵呵，我不找他麻烦，他却来找我麻烦了。陈是县里的首富孙富贵整的我们。整个县里除了跟我有过节的孙首富，谁还能有这么大手笔？那你打算怎么干？要是他们继续整我们，这损失可是有点大啊！既然他想战，那就战，这仇已经结下了，那就谁也别想好过。大伯，动手吧！一时间，陈家村集体出动，有在孙富贵家门口骂街的。孙富贵，你丧尽天良，跟我们生路，你得不到好下场的。有直接往门上泼粪。孙富贵，你为人比这大粪都臭，泼粪都是抬举你了。还有在富贵建筑公司新楼盘门口烧纸的。孙富贵，还我儿子命来，还我血汗钱！而此时，富贵建筑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内，一群人正在紧急商议着对策。问清楚这群人到底是什么来历了吗？孙总，是陈家村的人，现在情况对我们很不利，售楼部那边已经控制不住了。看来是陈家那小子向我们动手了。哼，就凭他也想撼动我的地位，速速安排人清场，绝对不能影响到房子的销售。很快，售楼部一侧就冲出来了几十名打手，朝着这群闹事的人上去就是动手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这一幕可是全部被拍下来。咱们为什么不还手啊？就这样被他们打？这是凡哥的安排，听安排就行了。现在咱们去报警验伤，然后再通知电视台，把这事闹大。很快，几十人带着伤前往报警，更是将打人视频交了上去。与此同时，电视台那一边也是报道起这次的打人事件。随着舆论的发酵，这也让富贵公司听说了吗？富贵1号楼盘被勒令停工了。什么？停工了？这怎么可能？那可是孙富贵的楼盘。你不知道吗？听说是出安全事故嘎了个人，查出来严重的安全隐患，直接就是勒令停工了。卧槽！这一次孙富贵可是遭殃了，楼盘都停工了，这损失可是大了。可不是嘛！听说这背后是一个年轻人干的。此时安阳县的人那也是傻眼了，尤其是听说这背后是一个年轻人干的，那眼睛可是瞪得老大。陈凡，你给我等着！真以为我在安阳县就是那么好说话的？立刻找人给我整一整那陈凡，我要让他知道这安阳县是谁的天下。孙总息怒，现在我们已经在风口浪尖上了，不能给对方再送把柄了。咱们好好配合检查，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。可是这口气我忍不了，我不过就是剪了他们的网线，他竟然下那么狠的手。孙总，他们是光脚的农民，而我们可是穿鞋的，没有必要跟他们鱼死网破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这话终于是将孙富贵的怒火按了下来。现在当务之急是配合整改，赶紧复工。但是他能忍，他儿子孙浩却是忍不了了。此时正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来到了陈家村。陈凡呢？出来！叫陈凡给我滚出来！快，要的，有外敌入侵！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滚出去！这里不欢迎你们！老大，怎么办？这些村民一点都不害怕啊，咱们人手不够啊。那怎么办？撤吧，先跑了再说，从长计议。面对着一个个穷凶极恶的村民，孙浩也只能够点点头，他也是害怕了。只不过陈凡又哪里会让孙浩就这样离开呢？一个都不能够让他们走，全部给我扣下来！陈凡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敢动我，我爸绝对饶不了你。孙浩，你这可是自己送上门来的，还怪我向你动手？陈凡，你放我走，只要你放我走，我以后再也不来找你的麻烦了。小房，你说怎么办？哈哈，导播，把人给我扣起来，让人告诉孙富贵，想要他儿子，那就来赎人。好。什么？你是说小浩带着一帮黑道的人去陈家村找麻烦，反被人给扣下来了？孙富贵眉头一皱，这可是挺麻烦的。如果只是人过去被人扣，他直接报警都可以把人给救出来。可是如今却是带着黑道的人过去，此时他可是不敢报警了。这小兔崽子可真是会坑爹呀！快派车，我亲自过去接人。爸，救我！他们竟然敢扣我，还打我！哼，没用的东西！陈凡说吧，怎么样才能够放人？简单，这一次孙浩带人打砸陈家村，可是砸坏了村民不少的财产。这样吧，我希望孙总能够捐给我们村1000台电脑。这么说，你是要500万才能够放人喽？孙富贵直接将电脑折算成了钱，而这话里更是有着坑人的话语在内。此时陈凡直接警醒，哼，想给我下毒安一个绑架勒索的罪名，想得倒挺美。孙总，我可没有说过要钱啊，我说的是让您捐一批电脑给陈家村，作为孙浩打砸陈家村的赔偿。这小子真狡猾，陈凡，我知道这事都是你策划的，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我直接私下转给你500万，你现在立马就放人，怎么样？孙富贵再次诱惑道，似乎非常的诚意。然而陈凡却是直接站起身来，既然你没诚意，那就不谈了，孙浩就留下来工作，直到还完赔偿再说。等等，
算你狠，你小子别得意太早，咱们走着瞧。几天之后，孙富贵按照陈凡要求的配置，快速买回来了1000台电脑。一时间，村民对于陈凡那是更加信服了。小凡，太感谢你了，你可真是我们的救世主啊！以后你让我们干什么都行。对，这一次你拉了叔叔一把，以后有什么事我们都听你的。乡亲们，自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我发财了也要带大家一起脱贫致富。我要让安阳县的人说起陈家村就知道是一个富裕村，彻底摘掉贫困的帽子。随着电脑的增加，陈家村的挖矿能力再次上涨，如今已经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矿池了。只不过陈凡显然还远远不能够满足，还是太慢了。如今都到7月了，必须要在12月底之前将规模再扩大几倍，不然错过了这次机会，可是要再等4年了。钱，我需要钱，上千万都不够，我至少需要上亿，甚至10亿。是的，错过了13年底卖出的机会，下一次机会就是17年底了。如果能有更多的钱，他可以利用这4年的空窗期打造自己的商。老弟，你要搞一个网贷平台，直接吸收着储户的存款，投入到挖矿之中。老哥，比特币产出减半，根据我估计，年底将会有一轮暴涨，所以我要想尽一切办法筹集资金，扩大规模。当陈凡将这个想法告诉天使合伙人刘大壮的时候，刘大壮也是懵逼了，他没有想到陈凡竟然如此大胆。老弟，这会不会违法？会不会是非法集资啊？这可是一个大罪啊！刘哥，只要我们是合法注册公司，拿到许可证，那就是合法的，这叫互联网金融。现在南方市可是有上百家了。是的，如今他可是赶一个大早，在未来15年的时候，全国可是会有上万家平台，吸收着上万亿的资金。而等到 P2P 被验证17年，那时候他已经靠着比特币第2次大涨，赚得盆满钵满了。这是一个积累原始资本最佳的平台，没有之一了。干了，老弟，我跟你干了。好，老哥，那咱们就跑一趟南方市，将注册地点放在南方市，同时在安阳市也设置分部，两边筹集资金。半个月后，陈凡的存钱宝平台正式上线，靠着15%的超高回报，1个月内疯狂吸收了1个亿的资金，换回1万台矿机，带回了陈家村。随着这批新机器的加入和老机器的升级，挖矿效率大大提升，但问题也随之而来。小韩，你们那的耗电量实在是太大了，一旦汛期一过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供应了。而且接下来要出现持续性的干旱，发电会受到影响了。明叔，意思是说有可能现在都供应不了了吗？陈凡眉头一皱，如今可是大建设时期啊，要没有电，这一切可都是白忙活啊。不错，最坏的情况就是这样，水电就是靠天吃饭的，很不稳定，所以你必须要提前做好准备。明叔，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？不瞒你说，我接下来还会继续增加设备，电力需求还会继续增加，一天100万度也花不了多少时间。是的。存钱宝持续在吸引着资金，而当第1个月的利息返还了，他相信这一定会成为品牌效应，到时候他会有更多的钱，这些钱自然是要买设备。水电是指望不上了，现在想解决你的问题只有靠火电了，这是速度最快的办法了。火电站？咱们县有火电站吗？能满足我的需求吗？咱们县里倒是有一家火电站，不过自从水电站修建之后就不行了。如果你有实力的话，完全可以投资跟电力署合作，这是我可以替你牵线。县里以前就是靠火电站来发电供应的，而自从水电站修建之后，火电站基本上也只有冬季水电枯竭的时候才有用武之地。陈凡如今这实力，似乎是完全可以盘活这一家火电站，到时候还能够创造不少效益，可是能够养活不少人呢，这是双赢的好事。明叔，那可太好了，只要能够供应给我们足够的电力，我完全是可以投资扩大规模、增加设备的。既然这样，那这事我就帮你牵头。好，你就是陈凡，果然年轻有为啊！你陈家村到底需要多少电力？明叔，短期200万度一天，长期什么？开什么玩笑？500万度一天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邻居傻眼了，一天500万度，一年下来就是近20亿度电啊，那可是相当于一个小城市的用电需求。明叔，我是认真的，年底我会再投资几千万，达到约好500万度电，问题不大。陈凡，没想到我竟然被一个年轻人给吓着了，看来还是我的格局小了。好，这火电站弄成了，我也是大功一件，到时候我可得感谢你啊。至此，供电不足的问题总算解决了。只要陈凡有需求，马上就可以发电了。而此时，存钱宝也到了每月支付利息的时候，不少客户可是早早就等着了。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，这利息怎么还没有打来啊？再等一等，今天还没有过呢。这银行都快要下班了，咱们的钱不会被骗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看了平台还在照常上班，没有要跑路的迹象啊。此时，客户们都盯着手机信息，上个月存的钱，今天可是要支付利息的。这种全新的模式是不是骗子？今天就能揭晓了。到账了，快看，到账了。真的到了，6万多的利息，存500万，这1个月吃利息都比创业钱多啊！这真的太值了。不行，我要把别的平台的钱都转移过来，这平台太给力了。平台是靠谱的，可以介绍朋友过来存钱了。此时客户们那可是激动起来了，也是完全放心了。一时间，存钱宝再一次出了名，同时又吸收了很大一笔资金。老弟，好消息啊！仅仅3天，我们又增加了1个亿的存款。很好，继续投点广告，咱们努力突破5个亿，到时候全部换成矿机拉回去，我们要干一把大的。
好，刘哥，接下来几个月你继续吸收资金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接下来你吸收多少，到时候咱们赚的钱就直接可以乘上10。哦，陈凡必须要刺激一下刘大壮，让他努力去吸收资金。最后一波，他不介意再拿出15%的高收益来，到时候光明马上就可以到来了。好，我相信你，在年底前我给你再凑个5亿，都10个亿。爸，我打听过了，这玩意市场价高达130美刀一枚，他陈凡收600块一枚，光是赚差价都能够赚不少的钱。你是说陈凡靠转卖虚拟货币1个月就能够赚上100万？没错，不仅如此，听说他还高价卖设备，反正也是很赚钱。孙浩说起来也是眼热，他比陈凡还大几岁，如今陈凡做着这生意那可是赚大发了，可他如今却是一事无成啊。爸，现在村里的人对我们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尊重了，他们反而去讨好陈凡去了。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告诉他们真相，陈凡这是在赚他们的黑心钱。好，这事可以干，咱们楼盘都差点被他整崩盘了，这一次也要让他陷入麻烦之中。好，我这就叫人把事情传出去，我看这一次陈凡是如何身败名裂的。听说了吗？虚拟币的市场价是1000一枚，咱们卖给陈氏科技只有600块，这差价可全部都被他赚走了。什么1000块一个？这么说咱们辛苦挖出来的，陈凡要从里面赚400一个？不止呢，他买的矿机市场价只有13000，卖出来18000，也赚了不少呢。我的天，这也太黑心了，怎么能够这么整呢？这玩具啊，这吃相太难看了，我是忍不住了。走，找他去，这是必须要给一个说法。一时间，知道真相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都一窝蜂的跑到陈家村去找陈凡要说法去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把陈凡叫出来，凭什么赚我们这么多？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对呀，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说法，这太不公平了。快把陈凡叫出来，不给我们一个说法，今天我们可是不走了。外村人那是直接破口大骂起来。此时陈家村的人心中虽然也有怨气，但是如今必须要团结一致对外。而此时陈凡正在和族长陈平商议着此事。小房，你给大伯说句实话，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我是要赚钱的，亲兄弟明算账，我可没觉得我做的有什么问题。这陈平有些傻眼了，没想到这竟然是真的。此时也是沉默了，不知道要不要劝陈凡让一些利出来，毕竟这说出去的确不太好听啊。大伯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赚钱的时候他们嫌我赚得多，如果我亏了，难道他们会补给我吗？做事凭良心，双方都是自愿的，如果不想卖给我，这没有任何问题。这小凡，没有你就没有陈家村的现在。有些人掉钱眼里被欲望冲昏了头，不过你放心，陈家村的要不卖给你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他。陈平也是想通了，这项目陈凡不仅没收1分钱，还手把手教，村民坐在家里就把钱赚了，现在还嫉妒抱怨，可真的是白眼狼了。听说有人找我，我看看都是谁啊？陈凡，虚伪，你凭什么只给我们500？我们要一个说法。哦，是吗？你们都是这想法，都想要一个说法是吗？不错，我们要公平，你赚1点可以，但是赚500块太多了。是啊，你赚了我们的设备钱就算了，还要在收购价上面再赚一笔，这吃相也太难看了。此时陈凡冷笑着看着这些外村人，都说喝水不忘挖井人，他们可是忘了，当初可是自己主动求上门的，现在有钱赚了，竟然得寸进尺了。好，既然你们想要一个说法，那我就给你们一个说法。我宣布不再收购你们的虚拟币，你们可以自己卖市场价。另外也觉得矿机买贵了，所有矿机我全部收回，钱我1分不少退给你们。什么？你不收啊？那我们哪里知道该去哪卖啊？而且矿机没了还怎么赚钱啊？陈老板，我们错了，不要收走我们赚钱的工具啊！大侄子，我是你叔啊，你快帮我说一句话，我可都是因为你们才买矿机的，帮忙劝一劝陈老板收我们的虚拟币吧。一时间外村人直接慌了，他们没想到这过来涨价的如今变成可能失去整个项目，那可是什么都没有了呀。小房，要不你就放他们一马吧，毕竟他们已经干上了，如今收回来也不太好啊。如果你生气，你可以提条件再谈一谈。既然大伯都这么说了，我就再给你们一个机会。现在我宣布采取加盟制，每一家交2万加盟费，咱们签订协议，长期合作。只有这样，我才会提供技术指导以及包回收。陈凡可是说出一个能够法，前面他可都是免费提供技术指导，可是免费似乎还会招来非议。既然如此，他干脆就是大大方方的收钱。我签，我愿意签，我现在就可以交2万块钱。我也交钱，陈老板，我现在回家取钱。我也是，我也回去取钱，请等等我。一时间，村民们都纷纷报名，一些人更是直接打电话叫人送钱过来，生怕迟则生变。陈房，我们已经收到超过600户的加盟申请，已经收到了1200万，目前还没有结束，而且我们还在收到了400台矿机的采购订单。陈平拿着申请表，那也是看傻眼了。如今他可是负责管账，看着一大堆的现金，那直接就是上千万啊！很好，看来也只是我们村穷，别的村可都富裕不少啊。的确如此啊！这一次，更多的村子也都加入了进来，可以说孙浩可是帮我们打了一个活广告啊！
陈凡微微一笑，随后便想到一个问题：民间是有钱的，只不过村民胆子小，怕亏钱。既然这样，那就给他们个稳赚的渠道，存钱宝平台该开进来了。说干就干，很快，陈凡直接在安阳县内设置了一个分公司，存钱宝携带着高达15%的利息前来。此时，整个县的人都沸腾了起来。听说了吗？陈老板的存钱宝1年给15%的利息钱啊，这可是比银行好好几倍呀！是陈家村挖矿的那个陈老板吗？那就有些靠谱了。我听说他们那边正在搞加盟，光是加盟费就是收了几千万呢。可不是嘛，两分部陈老板的公司在南方市早就成立了，而且我一个陈家村的亲戚直接把棺材本都存进去了。现在陈家村家家户户都把钱存到他那里了。那还等什么？陈家村的人都敢把棺材本存进去，我们怕什么啊？陈总，疯了！安阳县的人都疯了，都排着队在购买我们的理财产品，我们早已经破亿了。此时安阳分公司的负责人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幕，他们可都不需要去推荐，这些人直接就是跑过来买理财产品啊。还行，意料之中。陈总，我这可都有些不自信了，咱们吸收那么多的资金，吃得消吗？放心，有多少我就能够吃得下多少，继续给我加大吸筹的力度，目标10个亿。这是陈凡他拿那么多的钱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孙富贵看着这年轻人不断做大做强，更是一次次让他们受挫，那可是气得不行啊！孙总，给那么高的收益，我看肯定有鬼。那小子怕是要卷钱跑路啊！跑路？我倒是希望他跑路，那样他可就是身败名裂了。不行，要让他吸光安阳县民众的钱了，哪里还有人来买房？我们也开一家，我们也要有更多的钱，这样才能够拍更多的地，盖更多的房子，赚更多的钱。房地产一年比一年好，必须要抓住这一个机会。陈凡这一招还真让他大开眼界了，他没想到竟然还能用这方式筹钱，如今他就是到处缺钱，还差点被陈凡给整成了烂尾楼。孙总，你是说咱们也搞一家网络金融公司？不错，凭什么钱都让陈凡给吸走了？我们更加缺钱，房地产前景一片大好，可比他们挖矿更加有前途。一个毛头小子胆子都那么大，我为什么不敢？一时间，富贵地产开始行动了。此时他们也是有样学样，开始注册一家公司，给15%的年利息。2家公司正式开始了对轰。孙富贵啊，孙富贵，那么高的收益你也吃得下？到时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竟然要搞 P2P， 那可就怪不得我了。老哥，我预感虚拟币马上就要大涨了，把我们的矿机全部卖掉，钱全部换成虚拟币。可是老弟，一旦虚拟币大涨，那矿机也会大涨，这再买回来也是白折腾了。老哥，相信我，矿机的上涨速度肯定没有虚拟币的涨幅度大，而且这次暴涨只是暂时性的，之后肯定会暴跌，到时候就是咱们买回矿机的最佳时刻。好，既然你决定了，这事就办吧。很快，随着几百辆货车的到来，陈家村的人懵了，看着一台台矿机被搬走，直接傻眼了。而此时的孙富贵听到这个消息，那可是露出了欣喜的笑容。爸，我看陈帆要么是准备卷钱跑了，要么就是亏了，卖掉设备不干了啊。这种虚拟货就是一个噱头，哪能够跟实体行业比啊？一崩盘那可是什么都不剩啊！爸，这是一个搞垮陈凡的好机会啊！如今可是有上万人跟着陈凡干，那可是上万个家庭啊！让他们去闹事，陈家必然身败名裂，甚至进去踩缝纫机也不一定啊！不急，有人比我们更急，我们只需要放出风，让村民们自己去闹吧。这一次，陈凡